第230章修补与强化。山洞之中，青色的光照释放着炽热的高温，光照之上，火焰剧烈地翻腾着，使得外界的目光难以清楚地看见其中所发生的状况。悬浮在半空上，药老望着那青色火焰罩，微微松了一口气，紧绷的脸庞也是逐渐地松懈了下来。既然已经完成到了这一步，那么这炼化一火的计划应该便是起码有了70%的成功率。接下来只要萧炎能够将那霸道的青莲地心火收纳进入那灵之中，那么这青莲地心火便是彻彻底底的成为了他的本源火种。只要等他完成炼化火种的步骤，接下来便是该使用青莲地心火净化焚诀了。以青莲地心火的能量强度，恐怕此次的焚诀能够直接跃上玄阶功法了吧。药老微笑着道。轻笑了一声，药老再度保持沉默。而随着他的安静，山洞之中也是缓缓地陷入了寂静。一阵凉爽的山风从山壁间的缝隙之中吹拂而进，将其内那燥热的空气轻唤了出去。山洞内通体浑圆的火焰光照释放着淡淡的青芒，光照表面之上，青芒忽明忽暗，幽光投射在山壁之上，犹如波荡的绿色水纹一般。在那光照之内，萧炎盘坐在青莲之上，此时的他似乎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玄奥状态，体内的心神也是因为先前与青莲地心火相抗衡，而使得大为疲惫，浑浑噩噩的在体内飘荡着，却始终难以凝聚。在萧炎处于这种浑浑噩噩的半昏迷状态之时，体内那缓缓流淌在经脉之中的青莲地心火忽然无人控制的顺着经脉路线运转了起来。此时的青莲地心火或许是因为先前被萧炎炼化了缘故，不仅没有再释放出那种恐怖的高温，反而是变得有些温凉，在顺着经脉流淌之间，一缕缕细小的青色岩浆从中分离而出，最后贴着那已经被破坏的近乎失去了容纳斗气的作用的经脉壁，微微蠕动间，居然是逐渐地融进了经脉四壁之中。随着这些翻腾着淡淡火苗的青色岩浆钻进经脉之中，顿时那本来已经扭曲的犹如麻花干一般的经脉，便是犹如那沙漠中遇到水源的草叶一样，缓缓地舒展了开来。体内的无数条经脉都是在此刻发出了兴奋的声音，青莲地心火一路所遗留而下的青色岩浆液体，都是会被不断张缩的经脉以一种恐怖的速度迅速地吞噬着。而随着经脉那贪婪的吞噬，灰白的颜色逐渐地从经脉之中褪去，取而代之的是那充斥着活力的淡青之色。青莲地心火顺着一条条经脉流淌而过，所过之处，枯萎的经脉重新焕发出了活力，皲裂的骨骼与烧伤的肌肉也都是在以一个可喜的速度迅速地修复着，并且被修补完好的经脉、骨骼等等，其坚韧程度也是远远地超过了在吞噬一火之前的强度。显然，虽然青莲地心火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不过他所付出的赔偿也是让得体内这些重要器官感到物有所值。在青莲地心火修补着萧炎的身体内部之时，他外界那布满血痕的身体血缝也是逐渐的融合，血疤快速浮现，然后掉落，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皮肤表层下的肌肉迅速的被强化着，虽然并没有变得和那些肌肉男相比，不过手臂弯身间一股爆炸般的力量隐隐的汇聚着。身体表面的皮肤一层层干枯的表皮犹如那蛇脱皮一般急速的掉落着，新生的肌肤虽然是将萧炎那在沙漠中辛苦历练了好几月才弄出来的古铜色变回了白皙，不过此时这看上去犹如女人般娇嫩的皮肤所具备的防御力以及对天地能量的敏感度，却足足比以前强了几倍不止。此时的萧炎借助着身处奇异的状态，所以青莲地心火中所蕴含的那股庞大的近乎可怖的能量正在迅速地强化与修复着他那残破的身躯。这说起来实在是一种机缘以及幸运。修复与强化在缓慢地进行着，当青莲地心火钻出最后一条受伤的经脉之后，萧炎那受创极重的身体内部终于是被修复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地步。此时这具身体所能创造而出的战斗力绝对远远比先前的那具身体更强。青莲地心火在将萧炎的身体内外整修了一遍之后，因为无人控制，无所事事的他又是将目光投向了小腹处那近乎已经枯竭的气旋之上。
现在的斗气气旋，因为先前的那般疯狂挥霍，几乎已经是空空如也，仅有3滴紫色的液体能量在其中孤独地游动着，看上去颇为凄凉。青莲地心火缓缓地盘旋在气旋周围，在略微沉寂了一会之后，忽然一头钻进了气旋之中。随着青莲地心火的进入，平静的犹如一潭死水的气旋猛地剧烈地波荡了起来，一圈圈能量涟漪犹如水波一般不断地在气旋内部荡漾着。青莲地心火所化成的青色岩浆在气旋之内流淌着，那3滴可怜的紫色液体能量似乎是想要逃脱，不过却是在沾着青色岩浆的那一瞬间，被犹如清理渣子一般的焚烧成了虚无。当仅存的3滴液体能量被青莲地心火焚烧之后，这个供萧炎储存斗气所用的气旋便是彻彻底底的被他给强行霸占了去。在将气旋给霸占之后，青色岩浆缓缓地徘徊着，半晌后，一缕缕青色的精纯气态能量从其中涌现而出，然后快速地在气旋之内聚涌着。只是片刻时间，那空空荡荡的气旋之内便是被这泛着淡淡的青色能量所充斥。青色气态能量在气旋之内急速扩张着，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气态能量从青色岩浆之中流转而出，淡淡的湿气开始缭绕在气旋之上。再过的片刻，一小滴青色的液体能量突兀地涌现而出。当第一滴青色液体能量出现之后，那便是犹如是在气旋中带起了连锁反应一般，一滴滴犹如翡翠般的青色液体接连不断地从能量雾气中涌现而出，然后掉进气旋内，宛如调皮的小鱼。一滴滴平日足以让的萧炎修炼10来天时间才有可能凝聚出来的液体能量，在此时便是犹如那下着小雨一般，滴滴答答的不断溅落。短短时间之内，气旋之内液体能量居然便是充斥了将近1小半。当初从1星斗师到2星斗师，萧炎总共凝聚了15滴液体能量，而现在气旋之内液体能量总共加起来的话，恐怕不会少于100滴之数。15滴液体能量便是2星斗师，这100滴又算是几星？若是此时的萧炎还苏醒着，恐怕会直接喜得蹦上天去吧。当然，这也是全托他此刻处于半昏迷的浑噩状态的福，不然的话，这无所事事的青莲地心火也绝对不会好心的用自己的能量来替萧炎修补身体。当气旋之内的液体能量达到100滴之数时，那慵懒流转的青莲地心火却是忽然停止了继续制造能量的举动，微微游动着身子，对着气旋中心位置的一个细小灰色光点游去。看那光芒因此略微有些明亮的岩浆身体，犹如是一个寻找到心爱玩具的小孩一般。气旋中心位置，小小的灰色光点悬浮其中，光点之内是那无尽的深邃黑暗，黑暗的尽头似乎是隐藏着另外一个空间一般，看上去极为神秘。青莲地心火徘徊在灰色光点的周围，他似乎对这东西很有些好奇之心，几次想要触摸，不过或许是因为冥冥中的一丝忌惮，让得他的举止有些迟疑。在那经过千年的大地磨练而出现了许些灵智的火灵之中，他模糊地知道，如果触摸了这个灰色光点，那么他将失去永久的自由。青色岩浆缓缓地在光点周围盘旋着，在经过几番思虑之后，他放弃了这一冒险的举动。为了一个稀奇的玩具失去自由，并不是他所愿意的事情。再次盘旋了一圈，青色岩浆终于是不再停留，蠕动着身躯，转身便欲离开这处让得他有些不安的地方。然而，就当青莲地心火想要离开此地之时，萧炎那显然昏迷的灵魂却是骤然一颤，然后完全苏醒了过来。灵魂苏醒之后，萧炎的心神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在身体内部迅速扫过，体内焕然一新的一切东西让得他有着眨眼的失神。不过当他的心神在扫过气旋中心位置之时，望着那竟然与灰色光点相隔仅仅只有短短距离的青色岩浆，心中先是怔了一怔，旋即一抹难以掩饰的狂喜涌上心中。没有任何的思考时间，心神猛地冲撞进气旋之中，然后凝聚所有劲气。萧炎的心神狠狠地对着那想要倒退的青莲地心火撞了上去。轰！在撞击的刹那，萧炎的脑袋之中雷鸣般轰然声音猛然炸响，旋即一阵剧痛。在萧炎捂着脑袋咬牙忍受剧痛之时，气旋之中那被萧炎狠狠一撞的青莲地心火
顿时后退了少许距离，刚好一截尾巴触摸到了灰色的光点。在触摸的那一刹，灰色光点之中光芒急速湮灭，恐怖的吸力暴涌而出，将那逃脱不及的青莲地心火嗖的一声全部收了进去。在将青莲地心火收纳之后，体内便是终于陷入了完全的寂静。这个小灰色光点正是先前药老所弹射进萧炎体内的那枚细小的纳灵所形成。将异火炼化成本源火种的最后一步，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便是需要把青莲地心火强行压迫进入纳灵所形成的空间之中。只有将青莲地心火完全收纳进入纳灵之中，炼化才是真正的达到了完美。本来这一步极为艰难，毕竟异火之中的火灵都是有着一点点灵智，它对一些危险东西有着本能的抗拒，若是强行驱赶失败的话，那已经完成初步炼化的异火恐怕将会再度反噬。而现在因为萧炎先前那浑浑噩噩的状态，这青莲地心火不仅无聊地将他身体修补完全，而且还没事干的自己跑到纳灵附近盘旋，所以这才使得萧炎只是在付出了极为微小的代价之下，将这炼化的最后一步完美地结束了下来。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机缘以及幸运。